Hello 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浴室。今天主要是来介绍一下我这次回国都带了哪些护肤品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还不少吧。把它们拿到客厅去，这么老远的被我从美国带回国的护肤品，是说明我真心是非他们不可的啊！这次主要挑一些我之前好像忘了讲的，或者是我没有怎么细讲的这些护肤品来讲起啊。OK， 那我先从这个说起吧 ，Dr. Diamond， 这个是我已经用了第2瓶了。他们呢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，然后他在诊所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项目叫 Diamond Insta Facial， 他就是先用那个激光加上微针，把皮肤的那个再生机制打开，然后从你自己身上抽血，就离心出来那种副血小板血浆，就大家常说的这种 PRP， 然后再敷回你的脸上，就满脸血呼啦的。那因为我们血小板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生长因子，所以它这套信号系统本来就是你自己修复伤口啊、长这个新组织用的，就是把那个 PRP 里面最关键的一些生长因子做成了跟我们人体同源的那种版本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家用 PRP 啊。它里面也加了一大堆胜肽那种成分，所以它是可以帮助你合成胶原蛋白的。其实这个不便宜的，就是有点小贵。然后它打开之后里面是那种粉红色的，这瓶好像也被我用的差不多用完了。你用完了1瓶之后，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到那个皮肤的这个细腻度就上来了，是不是智商税呢？它肯定是有一点点噱头在里面的，因为你说PRP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，确实是因人而异的。但是说我自己的使用感受，有点糙，一碰就不舒服的状态了，就是它那个修复感还是挺实在的。我觉得还是挺适合这个预算充足或者你经常做医美啊，考虑一个试试。OK， 然后来说这个吧，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网红产品嘛，就是 Instagram 上面好多博主在推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它真的很好用，就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他们自己研发的，它呢是我们皮肤上本来就有的马拉色菌的代谢产物。别的美白成分主要是抑制黑色素的合成嘛，那这个呢，它是让过度活跃的黑色素的细胞呢直接凋亡。品牌宣称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 C 的10倍，这个呢就听听就好了，因为很多东西抗氧化能力都是维 C 的10好几倍、20几倍的啊。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不增加光敏，而且非常的温和，很适合早上用，它跟所有东西都不打架。然后如果你有晒斑呢，或者是日晒暗沉的人的话，你用维 C 可能觉得刺痛不太敢用的话，你可以用它来替代。如果是说我想用一点酸，或者我皮肤状态不是很好的话，这2个我可能会放在一起用，因为它们作用机制有一点点像，我觉得还是挺合适。刚才来了一个闪送，这个是修丽可的 PTOX 类肉毒精华。说实话，这个产品一出的时候我就买了，大概可能1-2年前我就有了。但是那个时候小红书上铺天盖地的广告，就他们可能找了很多博主做推广吧，当时也没找我，现在也没有找我。我想说风都这么大了，应该也不差我来介绍吧。然后我其实已经用了很多瓶了，我很喜欢。就是去年回国的时候我也带了啊，它里面是肽复合物，就是它可以模拟肉毒的机制，去干扰神经和肌肉之间的信号传导嘛，就让你的表情不要那么有力的收缩。它是一个我觉得效果比较惊艳的类肉毒的涂抹的产品，它里面这个精华就是非常有流动性，就像水一样的，特别好吸收。它肯定不能替代肉毒素啊，它算是一个和肉毒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互补。脸上的所有的表情纹，比如说你看我有那个抬头纹，其他的这种地方，什么眼角啊，什么抬头纹啊，这种脸上我都没有打过，因为我特别怕脸僵。我觉得我要录视频，脸上的这个生命力还是要有的啊。当然我打过这里下颌缘，以后我可以讲一讲。如果你是已经打了肉毒了，然后你也可以用它作为补充，不仅仅是这个修丽可，其实很多品牌都出这种类肉毒的东西，它就是这种互补。因为当你的脸部没有那么用力的去收缩，那相比你的表情纹也就减少了嘛，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作用的。然后它里面还添加了那个5%的 PHA 和5%的烟酰胺。那 PHA 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新型果酸嘛，第3类果酸，所以它大概1周左右你就能看到皮肤变得很平滑、很透。那个主要就是 PHA 的作用，就是这果酸的作用。我觉得这个产品算是一个近几年来吧，修丽可出的一个比较惊艳的产品了。因为一直以来我对他们家产品还都是挺失望了，就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啊。但是这个确实还是最近出来一个我比较喜欢的。哦，说到表情纹，我要插一句，我们睡觉压出来的皱纹是打 Botox 也好，或者你用这种类肉毒的产品也好，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表情纹。表情纹是你的肌肉反复收缩挤压出来的，所以你放松肌肉呢，它自然就淡了。但是我们睡觉压出来的这种皱纹是你的脸被物理的压在枕头上啊，一压7-8个小时，压好多年。那这种外力压出来的折痕呢，是你放松肌肉也没有办法缓解的。说到这个，我想到我这次回来我还带着我的枕头回来了，就是我的那个 Sleep and Glow 那个美容枕嘛。我上次做视频我还说，哎呀，虽然我不能背着我的枕头，但是我可以带着我的真丝枕套。but 我一想，我一回来2个月，我万一我在休息不好，我压力再大，再给我睡出皱纹来，就是白搭了吗？而且我睡这个枕头我真的睡得太习惯了，就是我换了枕头我都睡不着了。给你们看一看我床上的枕头啊，就这个真丝枕套是我之前给你们介绍过的嘛，然后我这次回来铺上了，铺在一个普通的枕头上，然后我这个美容枕我也背过来了，就是
我还是挺练枕头的。我发现我换了枕头真的睡不好觉。你看它这个侧面不是有一个凹陷吗？侧睡的时候你的脸是陷在这个凹槽里面的，那脸颊就不会被压到。就经常侧睡的人，这个真的是对你很有帮助的，能把你这个脖子撑起来，就脸没有那么肿。它真的很舒适，我儿子都震了有4年了。然后我这次带了2个枕套，一个是那个透明质酸的那个粉色的那个保湿的嘛，还有一个是这个丝绸的，它真的很可爱，上面好多小羊。我想说就换一个环境嘛，我也换一个枕套，心情好一点。这个颜色啊，晚上流点口水也看不出来。他们这个月应该是还有一个大促，价格非常的合算。或者是如果你已经买了这个枕头了，你可以换几个枕套，因为他们家的枕套都很好看，而且也只能用他们家的枕套。但是他们家枕套都是很有科技量的，比如说如果你长痘的话，你就买那个绿色的铜离子的，可以抑菌。如果你担心有皱纹的话，或者你皮肤容易干的话，你就买那个透明质酸的。如果你不想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只是想要单纯的抗皱抗老，那你就买那个真丝的，各种颜色花纹都有，折扣也都能用哦。然后他们家还新出了一个 cooling 系列，就它的透气性更好，这个我还没有买，我打算回美国的时候再买一个。我回来接着讲护肤品啊。OK， 然后是 Revi， 我这次一共带来了3瓶，其实4瓶好像还有一个，我一会儿去厕所看一看。全线我都已经用过很多年了，也是有雷有精品的。主要带来这3瓶的话，是我觉得我必须要用的。首先这个是口水精华嘛，这个是新版的，就它是针对凹陷，就是它里面也是 RVGF 的这个技术，它可以往下提升皮肤那个真皮层的密度，就让你皮肤自己合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，然后它往上呢表面形成一个那种透气的立体网状结构，就把细小的这个凹陷可以即时填平，哪里凹陷呢你就涂哪里。它基本上可以算Revi家最贵的产品了吧。但是呢它也真的很省，因为你不需要全脸涂，没有人用它全脸的，千万不要全脸涂，你就是针对你有凹陷的地方，比如说泪沟啊、眼外就是眼周的外侧，或者法令纹、川字纹、什么墨纹这种地方，它的效果很直接。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用的话，你第2天你其实你就会觉得这里有这么一点点嘭起来那种感觉了啊。除了贵也没有什么缺点，正好他们现在网上有大促嘛，你可以趁着那个大促买它，我觉得这是最划算的，因为它贵。然后那个一夜回春油我也带了，这瓶我讲了好多次了，具体我就不细讲了，因为这种呢是给皮肤直接营养供给的。我出门啊倒时差呀，我一定是要带着的，因为我一倒时差我就皮肤会营养不良。改良之后呢，真的没有原来那么油了，就是你不用担心它油乎乎的啊。之前那个老版本可能有的人嫌油嘛，这个清爽了很多，就是属于倒时差呀，或者是熬夜呀，你护肤的你断节奏了呀，你就可以用，或者是你脸上看起来特别累呀，晚上就来一泵。然后是这个翡翠面霜，这个我当时真的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带，因为它这瓶子太大了。但是说我这个年纪嘛，就是表皮更新变慢了嘛，很明显的应该是过38岁左右，我用我的这个刷酸焕肤的节奏要变快才行。就是它温和了很多，然后它焕肤的同时也加了修护嘛，属于每天你可以用的这种焕肤。它不像那个 Natura Base 的这个我也带着了，这个就是属于完全另外一个维度了。我等一下说，这个很猛，但是也很好用。对 Revi 我其实还带了那个眼霜，就它这个眼霜，我觉得它效果还是挺明显的。它紧致眼周这里效果很好，它对黑眼圈没啥用啊。如果你主要的问题是眼周比较松的话，尤其下眼袋有点垂的话，还是挺有用的。OK， 然后我来说这个 Pericon MD 的这个老牌网红有没有？我觉得也是我当年留子时代，就有一阵好像挺火的，到今天介绍的人好像都已经没有几个了。你上网去搜这个产品，就连测评基本上都搜不到了。我应该是在我的那个 YouTube 那个 Community Post 里面给你们推荐过，因为当时我觉得啊，去太好用了，然后我就发了个 post。视频里面其实一直都没有讲它的卖点呢，就是它一罐全能，虽然很小啊，里面是塞满了这种 DMAE， 然后有 VC 酯，然后有酮肽 Omega 369，它里面甚至还加了甘醇酸和 A 醇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那这个 DMAE 呢，它是同城快递买的，喵喵到了。OK， 继续。DMAE 是啥？它就是说皮肤哎呀。今天录视频频频出状况，因为我没有耳洞嘛，我戴的是耳夹，耳夹还总掉啊。继续说 DMAE， 就是它的作用呢是在我们皮肤的肌肉张力上给你即时的紧致感，所以呢你会发现涂上去之后脸有一个收紧的反馈，你一涂我觉得脸就被就那种收紧的感觉啊，但是上脸说实话它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刺痛的，但是它真的很有效。它刺痛感主要是因为里面的这个甘醇酸和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 DMAE 这个玩意儿，所以呢敏感肌的话还是要先建立耐受的，就是你不能连着每天抹，你可以隔一天一涂，然后再每天再涂。如果你的皮肤在修复期的话，你就不要用了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猛的、非常给力的抗老化，就全都包圆的话，那你可以带上它，很猛。然后来说一下这个 Venus Daughter， 这个也是很火的啊，怎么都是 IG 很火的产品啊！每次我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被资本做局了？然后买完之后发现，确实还挺香的。真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用了很久很久才给你们介绍的啊！而且我这次都带来了，就是我会带来的，真的是我想用的。它其实是一种非常豪华的、效果非常直接的护肤油，确实它
在北美是很火的。然后它里面呢是22种的全株植物，一滴里面有大概60多种的营养素，植物神经酰胺呀、omega 什么3679乱七八糟矿物质、维生素都在里面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用来这个面部按摩啊什么的，就是你早晚都可以用。因为我特别喜欢以油养肤，用各种各样的油。但是我这次回国我就不想带这么多种油，因为每个油又不太一样。这个是个大全乎嘛，我就带着它，你可以用来面部按摩呀，早晚都可以用。虽然它是油性的，但是它没有那么油，绝对不会拱痘。如果你长痘了也不是因为它，因为我是非常容易长痘的人。你就滴个5、6滴，你可以快速搓在手上，就是你全脸的那么按摩，或者你用那刮痧板那个面部淋巴按摩，按这儿按这儿啊，非常的舒适，也可以去水肿。OK， 然后我说一下 Natural Base， 我带了这2个，一个是那个白胖子，你看这么大一瓶我都给它背来了，就说明它真的是很有用啊。这个精华我超级的喜欢，因为它也是走这个松动表情纹的路线的，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提拉的东西，它负责紧致嘛，然后还有这种3重透明质酸把皮肤撑起来嘛，我很喜欢它这种即时的提拉感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那种细细的白颗粒会让脸发亮。用完这个用这个又掉了一个耳环，状况频出不带了，一个耳环也挺别致的啊。你说我们没有耳洞的人容易吗？就是如果第2天有活动的话，前1天用这2个，这个你现在不要买，因为他们现在官网上没有折扣。他们家应该10月份或者11月份的话，一定会有8折的。每年就是等那个时候再买，因为它太贵，它800多刀，真的不便宜。然后里面很小，你不要看它一大瓶，看网上有网友把它拆了，可能里面就这么高，很贵，千万不要现在买，你等一等。这个的话是现在有折扣，这个你现在可以买。然后就是这个钻石系列的焕肤嘛，可能10几年前公众号时代会有那种贵妇类公众号有人推荐，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用了，也是不便宜也很贵。为什么这么值得买？首先它里面是有5种果酸的，应该是什么甘醇酸啊、柠檬酸什么的，我到时候加字幕上，它里面有很多种酸。然后它也有水杨酸，就是 AHA、BHA 这些它都是有的，因为它可以分层作用在你不同的深度。单一酸没有办法做到嘛，如果你要用单一酸的话，你就要堆得很高，这个就不需要。然后它里面加了一些这种燕麦提取物啊，还有一些舒缓类的东西，就它一边给力的焕肤，然后一边呢去做这个同步的舒缓，一脚油门一脚刹车啊。因为它是焕肤嘛，所以你2周用一次就可以了，甚至就是说你1个月用一次也可以了。其实你用那种 Paula's Choice 或者你买 The Ordinary 那种原料桶那一类的酸，它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酸就是酸。但是说实话，贵的和便宜的主要在于它的配比，因为调出贵的配方也不容易，它就在于你给你焕肤的同时还让你不那么敏感。我是觉得如果你比较年轻，皮肤比较逞强的话，你其实没有必要买它 The Ordinary 那个最便宜的那种，可能就是10美金你就能买到那个酸，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焕肤效果。只不过你之后要花很多时间去养一养你受损的肤质，就是你有可能会用成敏感皮，或者是如果你年纪大一点的话，你就像我了，40岁左右了的话，就有点脆皮了，当代脆皮中年人啊，你可能就会需要这种配比好一点的酸类去焕肤了。也是你不要现在买，你等它有折扣的时候买。OK， 然后是 Revision Skincare 这个维 C 的精华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应该是4、5年前，你们可以去考古一下，有一期叫最强维 C 里面就有它。那个时候到现在呢，我其实一直都有在用，中间我还介绍过很多，比如说 Paula's Choice 那个维 C 精华，那个非常好。但是这个呢，我一直都没有抛弃的一个主要原因，它是属于这种皮肤科级别的。在美国看 dermatologist 的话，你问他什么维 C 好用，他都会给你推荐这个。它浓度非常给力，是30%的。然后它用的是油溶性的维 C， 就是 THD 抗坏血酸，稳定性高很多。然后呢，它也不会变黄，也不会有那种氧化的味道。其实我觉得同级别里面 Paula's Choice 25%的那个跟它比较接近，已经能够实现90%的功能了，那个也非常好，那个便宜很多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并不能替代它。Allies of Skin 也有一个35%的那个，我觉得他们家少有的踩雷品质。Allies of Skin 的东西我虽然都喜欢，他们家的维 C 真的太难用了，千万不要买。我用这个维 C 应该是大概是说我30出头那个时候，我去看皮肤科医生，然后因为我脸上有一些小斑，当时我的那个皮肤科医生给我开的这个。然后我这次出门带它原因也是因为我出门这么久，我不能保证每天都规矩的上维 C， 肯定会有的时候会忘了用。我希望我的皮肤里面的维 C 浓度能够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，所以它必须跟我走。然后这个眼霜也是他们家一个拳头产品，他们家真的不火，毕竟主要是在这种皮肤科医院卖嘛，所以它其实一直都没有火。我希望他们家赶紧火起来。这个眼霜是市面上极少数的能够真正用在眼周的强效眼霜。我是属于那种眼周非常容易敏感，含有效成分的这种眼周的产品，我在眼周我都会觉得沙的慌，就有点疼。很多产品我都用完之后赶紧闭着眼睛去睡觉。这个不会，它是通过眼科测试的，就是明确可以的用在眼周的，包括上眼睑，就眼皮儿。它里面这个叫 DEJ 嘛 ，DEJ 就是你的真皮和表皮的交界层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一层是波浪形，它上下咬合的面积很大，所以呢就抓得很牢。随着年龄增长，
长这一层就会慢慢被抹平，它上下2层咬合都松了之后，就是眼皮开始搭了，可能单眼皮变双眼皮，双眼皮变3眼皮之类的啊。比如说我小时候是个非常标准的单眼皮，就你看我女儿她那个肿眼泡，我小时候就这种肿眼泡，我的眼皮非常非常的肿，到现在甚至都有点双眼皮了，而且我左眼睛的眼皮双的比右眼皮还厉害。我用它其实主要在我的眼皮上使用，就是我不能再这么双下去了，我想要回我的单眼皮。那市面上大部分的眼霜其实是不管上眼皮的，这瓶是管的啊，就是大部分主要是用眼下嘛，这个是管眼皮的。所以呢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，里面应该是含有去黑眼圈的功能的。这个牌子我之前应该给你们介绍过，他们家的口服防晒，然后它这瓶精华呢也算是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了，非常好，它这盖儿它都。这个盖儿盖到这儿，刚开始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发现下得特别快，后来你发现都在底下的。它这个属于抗细胞衰老的，简单讲就是你的皮肤有一些细胞它可能已经不干活了嘛，那它就会不停的向外释放炎症因子，把周围的细胞一起拉下水。它这个里面的复合物可以抗氧化，它可以提亮促进胶原蛋白，然后它还是一个替代维 C 的一个产品吧，就是它是零刺激，所以它很适合敏感肌或者是你的皮肤不舒适，你又不敢上维 C 的时候来用。它使用的感觉呢和那个 Natural Base 的维绝经期专门使用那个精华有一点点像啊，都是属于可以让你皮肤稳定下来，又灭火，然后又抗老性质的那个，我其实也带了，应该在我的柜子里。我最后说一下这个 Allies of Skin 吧，这3个，这2瓶因为我不记得哪瓶快用完了，所以我就都带着了，我就不细讲了，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很多次了。一瓶生长因子，然后还有一瓶是传明质酸用来美白的，还有一瓶是蓝铜生态嘛。我回国之前刚做了一次热玛吉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说，我可以专门出一期。然后我的化妆台我刚刚忘了说了，我的这个 Amiro 的这个化妆镜都让我背回来了，是早上用的面霜，超级好用。它有一个晚霜一个日霜嘛，那个晚霜我就没带，因为这么老大的一个瓶子，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，而且白天基本上你用它在上妆，妆特别特别清透，我就带着了。哦对对对，我忘了介绍我身上这件衣服 Fabric， 我之前发了好多那个我在福冈啊，在那个厦门的玩的时候，我都穿的这件衣服嘛，好多人问好不好穿，真的质量很好，就是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和贵版的 Zimmermann 整体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像，我很喜欢。然后他们现在应该是在打折，这个衣服这里面有点泡泡袖嘛，就其实还挺显头小脸小的，大家可以趁着打折的时候入。最近他们家大促真的有好几件衣服我很喜欢，包括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那个粉色的小上衣，好几个视频都穿它拍过。然后我这次回国的时候，我也把那个粉色小上衣带回来了，因为特别特别的好看，它前面那个小绳就是你怎么系都行。就 Fabric 的衣服，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家是那种过了好几季你还可以穿的。比如说上一个视频我穿的那个绿色那个小裙子，前年我去坎昆的时候穿的，那都2年前了。然后你现在拿出来看依然很好看，很亮，很清新，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现在去看看那个折扣款。我在那个 Community Post 里面推荐了几件我这次回来穿的，我也放到视频下面信息框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不要忘了关注我的 Instagram， 我的 Instagram 每天都会发 story 的，有很多东西带着链接我都会发 Instagram story， 因为突然想起来就想分享，也来不及做视频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